我刚刚开的时候，我这一年第一年来都没有工钱了。小贩不代表我们永远要卖便宜的，我们也是有 aspiration 嘛。It's not cheap, that's for sure. One meal is $8 but for me, it's worth it. If you want to sell expensive, better ingredients, 你要想好嘞，你到底要卖什么，谁要吃嘞？那个地点有这种的客人吗？走进小贩中心，看到9元咖喱鸡煎饼、50元牛排，你会买单还是嫌太贵？这些小贩为什么选择高价位？他们能成功吸引食客买单吗？我要cater to那些想吃好的，也又不想花这样多钱去 restaurant 吃的，我就想我拿 restaurant 的食物，quality 的食物，quality 的肉出来hawker卖。杨胜奇原本在西餐厅打工，做了近10年后，决定自己出来闯。他把上万元的餐厅级 Josper 烤炉搬进义顺公园熟食中心，售卖的牛排和羊排叫价50元和30元。如果我们关起来，它会 compress 它那些 smoke 在里面，它的油掉下去，它的烟上来，然后会再盖到那个肉，所以它会有那种很重的火炭味道，所以它比起 normal 的 open air grill 还更 smoky， 这是它的特色。我不跟人家应该算 OK， 这个我们的 food cost 是30%，所以每赚100我们就有70啊。可能我每赚100我就拿50，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在hawker，我也不能起到很离谱。赵子龙在芳林熟食中心售卖9元咖喱鸡印度煎饼。为了支付较低租金，他选择租下摊位竞争较低的印度摊。拥有28年餐饮经验的他，却不想做一般的印度餐。他决定改以烤箱烘焙煎饼，而非油炸。所以我就想这个 concept， 就是说 ，why not create something more healthy， 一个健康的印度餐。我创造是没有味精、不加糖、纯鸡汤熬出来的。印度的香料是很贵的，不是普通一般的香料，而且最近的 inflation。就是说这几年来 ，after COVID 的话，全部在涨。最近1年里面，鸡腿肉5股都涨3次了。我不涨也不行，我不定这个价也不行，因为我需要这个 buffer。不可能每次有世界大乱的时候我们才涨价。小贩不代表我们永远要卖便宜的，我们也是有 aspiration 嘛，对吗？我们也是想住得好一点，对吗？给我们家庭的环境好一点。近年来，小贩中心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有餐厅经验的小贩，旨在以大众化价格售卖餐厅水准的美食。除了杨胜奇，赵子龙也曾经是餐厅经理，他还曾在中国香格里拉集团培训上百名员工，也打理过几家高级餐厅品牌。年轻的时候，你很注重那个 title， 对吗？I'm a brand GM, I'm an operations manager, I'm the task force, for example。到了一个某个年龄，你会觉得说28年已经足够了吧？就是说你希望可以有自己的时间，自己创业吧。我选择这个小贩呢，因为生存，你不干了餐饮业，对吧？你自己要好生活。大的我们不行，因为没有这个资金，就只有小贩嘛。然而，小贩中心向来是平价美食的象征。一般食客看到这类高价小贩美食会却步，因此他们开业初期生意不尽理想。因为我对面我知道有3间西餐，他们是卖给比较那种实际的，所以他们的价钱就比较低。我刚刚开的时候，我第一年来都没有工钱了，做了7天，每天做，没有薪水，幸好是没有亏钱了，不然的话很早就倒了。我最低我好像做过差不多200块的生意，你算租金都已经给你100多块了一天，还没有加货钱。weekend 就我的老婆帮忙，平时就我的父母下来帮忙。杨胜奇曾考虑寻求网红宣传，但当时缺乏足够的宣传经费。你一问他们，他们就跟你开价，拍那种5位数的价钱，那种几千块、5000块。8000块，那不可能还的价钱。生意不好就说了。你有试过卖过一天13只鸡吗？6个小时里面卖13只，流泪是 understatement 啊。
流血似的，那这边烧那边烧。我曾经有一个 photo， 然后我整个都肿起来啊，烧水的淋到。呀，我还记得我还是跟他叫快一点啊，快一点啊。他看到那个烧水淋到我，他不管。收偷偷几年没有赚钱，我也是很心疼他啦。还好那时候我有工作啦。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我们的顾客是很不同的一群顾客，他们会走回来那个店，然后跟你讲很好吃，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动力啦。凭着赵子龙对自己厨艺的信心，再加上口碑维系，坚持5年后，他的生意逐渐好转。杨胜奇则在开业9个月后迎来了转机，有熟客向本地美食家司徒国辉介绍他的摊位，而司徒国辉在网上写了推荐文章后，摊位突然大排长龙。最长的一次我看过，排到 Bangkok 那边去。后面我要讲把他们变回头客，全部都看自己。所以我拿那38%变我的熟客，我做很好。把那38%在他们再带人来，我就慢慢累积上来了。所以到了现在就比较，每天都有常客会来。Because of the grilled charcoal flavor, it's value for money lah. It's worth the trouble. Quite a far journey lah. Takes about at least an hour and 15 minutes to reach here. Hawkers is the cheapest form of F&B entrepreneurship in Singapore. To be a successful hawker today in Singapore, you have to know a lot of things, not just your recipe. You got to know the best supplier, best operation. 你要做你的 social media， 你要告诉人你的客人你的故事。你是谁？为什么你这样卖？你的招牌，你的灯亮 ，your service must be good, your everything must be good, and then people will come, even if you want to sell more expensive. 2022年，杨胜奇在司徒国辉带领下进军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的新加坡小贩美食区。今年他计划在美国另设一间分行，但他坦言不考虑在本地拓展业务。他们的街边的 hot dog 班都已经12、14块了，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花不起了啦。他们 hot dog 的好是东西都比较便宜，坏处是不可以请外地人，所以就没有什么新加坡人要做的。小贩你不欠他们，你卖公平的价钱，不需要卖便宜的价钱。卖得太便宜，哇，很难做，很难做。我找一份工更好。如果你这样想法啦，我们这个新加坡传统美食的文化死掉啦。没有一个 hawker 要丢一个20-30千里面开办，而做一个很不美好的食品。Don't just buy its cover。你作为顾客，你要尝试我的食品，不要给他们一个判死刑先咯。你吃一个 chicken chop， 还是吃一个比较便宜的东西，先给他们一个机会咯。不要一看到那个价钱就跑掉。